一方面，人们需要面对自身的责任，人们无法与另一个世界的新人类竞争，也不需要害怕他们。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拉乌尔湖，我们简称为拉，以及它的人类寓言。拉乌尔湖原名叫罗伯特·艾伦·克拉科夫，他出生于1948年，逝世于2011年。原来是加拿大物理学家、人类设计系统的开发者、音乐家、教师、灵性大师、诗人和作家，多个名头。后期生活以巡游四方、广传灵性为主，并建有自己的网站。1987年遇到神秘的精神体的声音之后，改名为拉乌尔湖，并且在当年创立了一套全新的人类设计系统，供人类了解自己的生命类型、天赋才华、本质特性、生命能量运作方式、生命制约、人生的决策机制等等信息。大家看看哈，一个理工男就是这么牛，飘哥也是理工男起家，看来理工男最后都是灵性的创造者和灵性的天选之人。 Oh my god， 嗷嗷狠。下面咱们就掰扯这个精神体，告诉他2027年会发生什么，咱们一会儿讲。那么先看一看拉的奇遇以及他所接收到的离奇信息。1987年1月3日，拉的英国诗人朋友要回英国，他之前一直住在地中海伊维萨岛的一个废墟的地方，这座房子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除了其中的一间小屋还可以住之外，剩下的几个已经都是断壁残垣。朋友走后，拉为了远离世俗的生活，自己就住进了这间小屋。那段时间，拉还在练习进食。虽然当地有很多人觉得拉是个非常奇怪的疯子，但是有一对荷兰的夫妇却很好奇他的人生。每星期，他们都会请拉去吃一顿午饭，还送给他一些零花钱，接济他的生活。这一天吃完饭后，由于1月份的伊维萨岛的日落时间比较早，天色当时就已经很晚了。当他走进了废墟的时候，发现门底下竟然透着光。这座废墟的大木门需要用19世纪的铁质大万能钥匙才能够打开，其他人是不可能有这么古老的钥匙的，而且当地没有人想靠近他这个疯子。这时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他借着星光站在离门非常近的地方，对屋里悄悄地喊道：“请问谁在屋里面？”可是除了自己的回音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他紧张的悄悄的开了开门，看到煤油灯已经被点亮了。接着刚跨进门槛，他就感觉到有股压力涌入他自己的大脑，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顶着脑袋开了一枪。在压力当中，他听到了一个声音，据他自己陈述，那个声音就像是一位155岁的老妇人，语调听起来沧桑严厉，而且冷酷，给人恐惧又有智慧的感觉。他用命令的口吻问拉：“你准备好工作了吗？”随后有一道直径约2寸的蓝光盘旋在房间的正中央，声音要求拉跟着蓝光的指示做事。拉当时已经是吓得是汗毛倒竖，乖乖的照办所有的事情。他先是点燃了炉火，然后披上了屋里仅有的一件类似于袈裟一样的袈裟，把新约圣经、印度教的博伽梵歌、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课本等等，还有棋盘、铜线等等各式各样的物品都摆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取出先前居住的人留下的特定的草药，还有一本没有字的书，直接就放在火上面进行烧。烟雾顿时在屋里弥散开来，拉不得不戴上前人留下来的面具，
声音，这个精神体的声音，让拉从自己研究神智学时为每一个认识的人所画的射线图里选择一张男人的图。接着拉按照指示把这张图放在燃烧的草药上。诡异的是，放在火上的图纸并没有直接的马上燃烧。这时拉突然听到西班牙语的谈话声，还有背景中的噪音。他接收到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在自己重复了几句这句话之后，就像咒语一样，图纸竟然直接在火中爆炸，突然的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拉听到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哇塞，正是昨晚被烧掉的图纸上的那位男人，还有他的一位印度女友。他们本来是要去法国，已经乘船渡海了，但是突然有了一个非要见拉的念头。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困惑。声音，这个精神体的声音，让拉告诉他们晚上再让他们过来。这对情侣走后，拉关上门，画了一张图。其实他连笔都感觉不到，完全是在这个精神体声音的指导之下画成的。到了晚上，那两个人又来了。拉把昨天晚上烧草药行为在这个男人的面前又做了一遍。这个男人就站在一旁盯着看，好奇要发生什么。结果一道微小的立体白光从这个人的右耳朵颤动着跑了出来，飞向了拉的头部。就在钻进拉体内的一瞬间，这个男人开始呕吐，吐出一堆拉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时这个精神体的声音再次发出命令，让这对夫妇离开。但是这对夫妇根本动弹不了，一直这个男人在呕吐。于是拉将这个人拖了出去。他们离开之后，拉突然像被人带动着一样，急速的把头扭转到了几乎无法呼吸的程度。这时又有3道白光钻入了他的体内。他躺在床上，感觉胸口和光进入的地方都剧痛无比，就像是马上要死了一样。第3天的晚上，拉随着声音来到了院子里，站在一块破镜子之前，只见一张又一张像烟雾一样朦胧的脸庞浮现在镜子里。这些都是他前世的经历，但是拉已经没有兴趣去看这些，他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度过这一劫。精神体声音与拉相处了一共是8天8夜，还告诉了拉人类的未来。声音说1781年是智人这种动物的终点，因为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在这一年里首次发现了天王星，一神信仰开始结束。那么人们一直都还有心智的力量，摆脱大脑的时机即将来临。在智人眼中，一切事物都以成功答案为主题，与安全与否、确定与否有关。所有的孩子接受的也都是如何定位、解决问题、如何保护自己等等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一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1781年到2027年，基于感知的新型意识形态会在天王星的推动下诞生，而且它的初始阶段已经结束。2006年之前出生的人逐渐的会离开，人们会在2027年跨过分界线，转换时期也会出现很多的丑恶以及各种不平凡的事件，许多人会因此而受苦。那么在2027年之后出生的人类与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杀生者将面临庞大的业力惩罚。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时期得以成长。 Oh my god， 嗷嗷狠，这个话听起来似乎耳熟，大家知道我是在说谁，请在留言区留言。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澄清，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恶，或者说所说的大的灾难，是不是和2020年的疫情有关呢？或者说2020年的疫情就是为了迎接2027年的到来而某种方式设置的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咱们继续向下探索。他说，为了在2027年发生突变，
必须要有温室效应，还有人口大爆炸。约从1960年起，人们的繁殖能力就开始非常的强，但是这将在2027年结束，而且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并不会从人口大爆炸中受益，电力也会逐渐的耗尽，各方面都会出现匮乏的局面，集体研究共享将进入尾声，创新改革的时期即将结束，民族国家也会走向尽头。人们在人口过剩的环境当中不会互相残杀或者是屠杀的主要原因是每天都有成卡车的食物送来，而且自闭症和前列腺癌是发生突变所产生的副作用。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进化，因为意识进化是人们存在的意义。Oh my god， 嗷嗷狠。2027年到来时，一方面人们需要面对自身的责任，人们无法与另一个世界的新人类竞争，也不需要害怕他们，而是应该活出生命的美好与独特，不要迷失在巨大的转变当中。另一方面，需要支持新型意识形态的人类，天王星人将要降临人间，这些人将和现代人类共存一段时间。宗教不会在2027年灭绝，因为很多之前出生的人会带着信仰跨过这条线，但是随着人类进入个人主义时期，他们不再恐惧生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生命重心。社群结构将无法继续支撑下去，团体的宗教仪式、共同信仰的神明随之衰落，那么这些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个精神体继续讲到，我们不会再降生在新人类的世界，大部分的个性灵魂永远不会再转世，而且转世的名额也有限，也不会都是人类，只有特定的灵魂才能够有资格进行转世。1300年之后，人口会越来越少，现代人类终将灭绝，进而出现终极形式的人类，而且地球将被一颗天体撞击。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当中，有一个近地球小行星群，那么与地球十分接近，极有可能是来自于这里的流星，最终终结地球上的生命。因为这些星体的轨道与地球的轨道相交，而且它们的尺寸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太阳系的大小，能够提前的预警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想预防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后，大约有1亿个灵魂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的实体材质类似于石英，有3个侧面和1个正面，高度低于1公尺，永远的盘旋在所围绕的星球的电磁场当中，不接触星球的表面，看起来就像是永远在移动的一个三角形，本质上是没有心智的大脑，不需要生物学上的感觉、味觉、饥饿、声音、喉咙、内在、外在、危机、变化、评判、天赋以及死亡。而且大部分以这种形式存在的这种灵魂体或者大脑，会在地球末日之时再次转世，这个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类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在这段特殊的经历结束之后，拉回过神，发现屋里的空白的所有的空白书已经被自己写得密密麻麻，但是自己对拿起笔后的书写过程完全没有任何印象，而且书上所写的文字符号也完全不认识。他花了多年的时间才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事后再回想起这件事时，拉依然是心有余悸。他觉得就像发生了一场车祸，万幸的是自己还活着。那么也就是这段经历使拉完全的从现实社会工作中脱离出来。1989年，拉撰写了《易经启示录》，这是他的人类设计系统的基础，它叫做 Human Design System。 那么他认为这是解锁人类遗传学密码的关键。作为最古老的中国古典奇书《易经》，一定不是当时的人类所著作的，一定是像拉一样的得到了灵性的点拨才撰写出来的。而拉
也是经历了精神体的灵性点拨之后，再结合着中国古老奇书《易经》的点拨，才写出了他的 Human Design System。这也是他开始走向灵性道路的开始。后来他的这套系统逐步的和世人见面，而他把他的从精神体的声音当中所学到的东西传达给人类，传达给他周围的人。他自己称自己是使者，或者叫信使，叫 messenger。 大家怎么看拉的传奇？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到他的网站去观摩。好的，我们今天就飘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